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力公头阿元君的2代赤毛蛋的逆袭。本作的流程比1代要长一点，但游戏素质还是差不多的。现在已经有了汉化的版本，而且是一个大字体的汉化版。近年很多的 FC 游戏都出了这种大字体的汉化版，玩起来非常的舒服。2代的系统基本上和1代是一样的，初始咱们只有一把40的小锤子。剧情方面就是女朋友开场被抓走了，捡到了回旋锤，回旋锤也是小锤，它的作用就是护身。出门我就挨了一下，因为这个游戏出门呢你是3滴血，血是不满的，所以我现在只剩下2滴血了。好，捡到了这个护身符，这枚符的作用是按下选择键之后一个全屏的攻击。游戏虽然简单，但想玩好的话还是需要一点背板的。这些自行车好大呀，各种颜色的都有，我就想起了我的押金。好的，到了第1关的 BOSS， 和他拼一下命。第2波的2次4项子弹躲一下，好，干掉。这个家伙就是1代的第2关那个 BOSS， 当时他也是开着一个重型机器跟咱们打。第2关，帕拉雷尔大厦。那本作的剧情方面就是这个赤毛，他和博士互相利用，联合起来对付阿元君。咱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工头啊，要费这么大力气来对付他。下面写着安全第一。好，捡到了安全帽，安全帽应该能抵挡一些攻击，我觉得还是增强防御力呢，应该是抵挡攻击，因为本作的攻击都是消耗你1滴血。这帮家伙会飞脚，好，看这个动作啊，这个动作非常重要，速度非常快，它可以护体，尤其是头上。刚才那个螺丝就没打到我。好，捡到了80的大锤，这是个神器。大锤向下挥动的时候是一个全屏的攻击。举着点锤子啊，因为上面有螺丝落下来。好，可以把他俩都给震掉下去了。这帮家伙为什么要跳楼呢？下来吧，工头已经答应给钱了。这是什么？血。这是储备的血量。那下方最右边的那个格子呢，就是辅助的道具。这个 BOSS 需要把他的破坏球给打回去。扔炸弹是赤毛的传统攻击技能了，1代的时候他就会扔2下。这个扔的有点远啊。3下。打破坏球的时候要掌握好角度，掌握不好的话球就打飞了。4下还没事呢，需要第5下。完事儿。2代的流程是8关，所以还是要打20分钟左右的。好，这里是奖励关。奖励关和1代不同了，这里要殴打帕拉莱尔构思的职员。刚才打了他女朋友一下。那2代的奖励关没有把女朋友吊打的机会了，只有这里可以锤他几下啊，锤了2下，每一次都要抓住机会啊！吊打女朋友的日子一去也不复返了，对吧？那咱们打中敌人之后，下面会有分数的奖励，不同的分数会给你不同的奖励道具，结算的时候给了一个储备的血量。第3关奸物炼铁厂，把康纳抓到了这里。抓个妹子这么费劲吗？为什么呀？我感觉这个犯罪动机搞不清楚啊。
这种喷火的敌人呢，他的枪火苗4格之前是没有攻击力，所以说不像看起来那么难。下面那岩浆碰到就掉血，喷火的地方也一样。这里出于背板的原因呢，我向前做了一个跳跃的假动作，否则你跳上去的话就要拼脸了。如果他正好喷长火苗，那就把你打中了。好，旋风锤。短火苗的话就没事。下边那个应该是一个时钟，时钟的话可以降低敌方的速度。1代的时候打红毛的时候用到了这个。这里有一点难度啊，上面向下喷，下面的落脚点呢又踩不实，你需要不停的跳。好的，这里站位要注意啊，一定要站到他的眼睛前面一点。大象的耳朵还不断的扇风，要把你扇下去。好，站在这儿比较合理，这样跳起来呢，这个红毛就把炸弹向天上扔了。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，还差一次 ，BOSS 都不是很抗打，完事。这只机器大象如果不知道打法的话，还是有难度的。第4关海底隧道。本关要在列车上打了，而且这关有很奇妙的机器，到前面大家会看到。海里有飞鱼啊，就这儿，像是变形金刚一样，还爬起来开枪。还有黄色的大黄蜂啊，是不是你？你捡到了裤子，不对，应该是鞋。但为什么捡到了鞋，这裤子的颜色都换了？捡到这个之后，应该是跳跃攻击加强。旋风锤。本关因为是一个强制卷轴，所以说可以被卷轴卡死的，要小心一点。道具基本上齐了，就差一个辅助道具。安全帽、鞋子、旋风锤。它发射的子弹，如果咱们蹲下的话，正好子弹打到锤子上，是有保护效果的。这里咱们到水里是会掉血的，但趁着受伤之后的无敌时间，可以一波把它带走。否则的话，你需要踩泡泡来和它打。又是奖励关了啊！踩地上的弹簧，打这些工厂的工人。对啊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给老板卖命呢？看阿元军的手速还是不错的，而且这么沉重的工具能够用这么快的手速来进行运作，还是年轻啊。打了36个，给了1个血。第5关秘密工厂，这样实际上关卡的流程就过半。搞起啊！每次看他进来的时候，这句搞起感觉都非常提气。而且这个汉化版制作的呢，一是大字体看起来比较舒服，第二呢，很多图片都进行汉化。这里等一下这个炸弹，然后蹲一下，蹲下之后马上往回来，回头走，否则他这个判定直接就把你挤到坑里了，1条命。下面的浅蓝色地面是不能踩的，这是坑，掉下去就挂了。捡到了帽子，
坐电梯了。一代的话，只有最后一关有电梯吧？没有，公司里也有。好，捡到了时钟，这里要放一个。这些钩子下来，好，把它们减速了。旋风锤，大锤给的真少，勾了我一下，又掉血了。适当的掉血还是有好处的，否则一些不太懂游戏判定的，尤其是被攻击判定的，见到敌人打到我的贴图了，就说我开了无敌。大锤，好，捡到了80的大锤。这里呢要小心一点，它压爆的机器崩出来的会崩到你的，但是你碰它的本体以及碰下面的小机器人都是不掉血，所以这里的难度没有看起来那么高。好的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呢，对，咱们趁着无敌先来一波。好，他被压了一下，好，第二次又给他弄上去，再压一下，再把他敲上去。好的，压3次，这样他就挂了。哦，这是阿元君的爸爸，为什么在这里？想来帮你，结果被抓了。我的天啊，他竟然舔着脸说了，你至少要说和敌人大战了几百回合，然后被抓了是吧？乘坐飞天木锤，那第6关和第7关的前半是一个飞行射击的关卡，打飞机。这咱们对阿元君的手速都有了解啊。看这，哦，全都是小姐姐，那就合理了。那这样打飞机的关卡就合理多了，对吧？好，捡到了副武器。咱们捡到副武器之后呢，就可以向前射出更多的子弹了。副武器的话一共有3种，前面还会再捡到2种。好，这是第2种，这种是我最喜欢的，但是有一点分叉，这个身体就显着不好了。敌人的数量不多，所以咱们每一个小姐姐不是每一个敌人都不要放过。你这种小木锤是最难用的副武器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形态，它是向下扔的，到地面之后就沿着地面往前走。大家想一下啊，敌人都是在空中的，结果他沿着地面往前走，简直就是个废柴。每关的流程都不长，这个也不要了，这个是向前射的那个。选择现在的武器呢，打第6关的 BOSS 有帮助。我们下面的计时已经到了1分半以内，所以它这时间限制就代表了每关的流程不长。你看现在咱们玩了14分钟，这样已经到了第6关了。像这种强制卷轴的关卡真的是速通的大敌。好在我没有什么强迫症，我从来也不想什么速通、什么无伤、什么全收集啊，这种我很少做。好的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有点难度，因为你不是总能打到他。好，利用这个武器打起来就简单多了，你不用非要正面来打他。那如果用贴地面的那个武器，那简直就是废柴了，对吧？好，2波了，差不多了。其实可以上去拼命，骑着脸射，这样可以打得更快一点。又是奖励关，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奖励关了。关是
用你的大锤来抡这些球。听起来好像哪里不对啊。奖励关上面这操作4个机器的小人，看起来也是那个公司的员工。轮了43个，这样给了一个副武器。第7关的前半段出场就有副武器了。搞起！这个游戏每次载入关卡之前，切换场景之前，都会有那么1秒半秒的黑屏，我感觉很不太舒服，所以说基本上都给大家切掉。好，捡这个副武器，这样无敌了。这2个奖励关的难度不是飞行时机的关卡的难度都不高，我感觉最难的还是工厂那个。目前为止最难的关卡还是工厂那个。其次呢是第1关，因为第1关大家刚刚上手，没什么道具，也没什么经验。这种事情就是越玩越熟的，是吧？这个不要了。现在这个武器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弹到地面之后呢会反弹。这种古鱼真的是抗打呀！咱们中间的锤子攻击力是最高的，而且是一个多段。同样武器吃2次，威力也不会得到加强，这个挺遗憾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，本作的制作组其实是前一阵我给大家录制过快捷洋枪3代啊，跟他是一个制作组，所以说这个组做的吧东西吧，它就不像科纳米，好吧，我还是习惯说科纳米还有卡普空那样精良，看起来游戏的操作手感都要稍弱一些，并且呢画面显着帧数也稍差，人物操作起来有点发飘。好，这个家伙就是赤毛，他表示和博士只是互相利用，为的是打倒主人公。日系的动漫里总有这种中二的角色，就为了打倒某人怎样怎样，看似争强好胜，其实中二的一茬呀。酒精灯需要敲3锤，本关我记着是有大锤的。现在这个环节是第7关的下半段，并不是第8关。第7关上半段没有 BOSS， 最后那里呢就是清掉一定数量的甲虫就算过了。这里应该向下砸，全屏清一下。血量，哎呀呀，坐上了这又掉血了，这个时候掉血，好在这关不难。放电的时候不要踩，捡到了帽子。敌人组装机器人，咱们全屏震就可以了，大锤打他们简直不要太方便。这里就算是 BOSS 战了，咱们震掉3波6个机器人就算过关。2波了，看呀这个姿势啊，他这手速大锤也能驾驭啊，一顿抖动，这关就索然无味了。好，第8关，这是最后一关了。搞起，这关有难度，
这应该是整个游戏最难的一关。这种平台如果你跳错了，几乎是没有容错率的，而且是一个强制的卷轴。哎，成了，知道你身体好，手速快。需要一点背板，不要踩错平台。像刚才就要踩这个，这种红色的激光呢，应该是红外线，它负责探测，如果被它打到是不掉血的，但是呢，敌方就会发射出导弹来打你了。那个导弹是跟踪的，就像这种，可以用锤子把这个导弹拍碎。这种木锤真的是万能啊！又来了。那前面会有黄色的激光，黄色的激光是具有攻击力的。好，咱们捡到了安全帽。我差点念错啊，差点说成别的。这种黄色的激光可以打到人的，所以躲一下需要。但是呢，因为你在移动平台上，它出现的又比较突然，所以还是比较难度。爬梯子要快点爬，卷轴向上移动的速度很快，贴到底边马上就一条命。上去之后就是最终 BOSS 战，打那博士。这个最终 BOSS 简直不能太简单，尤其是咱们有大锤的情况之下，咱们就跳起来用锤子向上打就可以了。对，就这样打他。他飞船现在是完整的。好，碎了一块，碎了第二次，还在那傻乐呢。这些炮台打完博士就碎了，完事儿通关了。这个 BOSS 比威力博士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，和洛克人没法比了。OK， 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大力公头阿元军2代的大字体汉化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